在明朝最危难的时刻，一位将领挺身而出，挽救了危局。然而几年之后，当皇帝要把他抄家灭门，许多人却都拍手称快，连呼死得好。此人是谁？他又做了什么，才会身为救国功臣，却落得如此下场？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的故事。石亨出生在何时已经不可考了，只知道他是渭南人，老爸是一位低级别的武将，他属于将二代，长得大宽脸盘子，身高臂长，体格魁梧，胡须过膝，俨然一副关公转世的模样。在老爸去世后，石亨在宣德9年接班了老爸的官职。也就在这时，神奇的事出现了。话说有一天，石亨带着侄子前去酒肆喝酒，一位相士溜达进来，恰好坐在叔侄对面，却猛然大惊失色说：奇怪了，如今天下太平，可看你们俩人这面相，日后必是武贵发达，都当封侯。你可真别说，还真让相士说对了。朱瞻基驾崩后，朱祁镇当了皇上，也许是换天子带来了好运，石亨第一次出战瓦剌就立下了大功，不但击败了敌军，还夺来了好多战马。于是凭借这次战功，石亨崭露头角，升迁为都指挥佥事。由此，石亨凭借着自己的努力，用一个又一个的战功，换来了步步升迁，俨然成为大明冉冉升起的将星，故而被调任到大同，来到了朱冕手下。当时石亨和杨洪两人普遍被视为大明边关的双子星，威名赫赫，武略惊人，经常按住瓦剌人肆意摩擦，以至于揍的瓦剌人都怕他，直呼石亨为石爷爷。这话可是记在明史里的，并非夸张。正统3年，石亨击败瓦剌军队，因功升任都指挥同知，随后辅佐武进伯朱冕镇守大同。石亨在大同一待就是11年。然而正统14年7月15日，他和朱冕所率领的大同守军却在大同附近被瓦剌人伏击，此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，总兵官朱冕战死，石亨仅以身免。这真是一场诡异的败仗，地头蛇被外来户打了埋伏。更为诡异的是，8月15日，皇帝在土木堡被俘，明军精锐覆没，瓦剌人一直打到了明朝首都北京，许多将领在土木堡这地方战死，唯独石亨逃了出来。不仅如此，逃跑的石亨居然还被于谦提拔，戴罪立功。不过于谦大爷重用石亨并没有什么阴谋论，因为他是当时明军中最出色的将领，于谦别无选择。当时明军幸存将军中威望最高的人就是石亨和杨洪，杨洪却69岁了，已经不能胜任高强度的指挥工作，石亨才成了于谦大爷的首选。由于这位是战场逃兵，于谦还用范广为副手制约他。事实证明，在有人监督的前提下，石亨不但是北京保卫战合格的总指挥，还是战场上的 MVP。10月13日，瓦剌大军在野先的指挥下首先攻打德胜门，这是于谦划给石亨的直接责任区。石亨在德胜门两旁的民房中设下伏兵，接着派出少量骑兵应战瓦剌骑兵，接敌的明军一战击溃。因为土木之变自信心爆棚的野先不疑有诈，直接派出上万骑兵勒了过去，结果在德胜门附近遭遇了明军伏兵的火器打击，输掉了第一阵。在随后的西直门战斗中，瓦剌骑兵也碰上了钉子。石亨不但指挥机动兵力援助给力，他本人也是打满全场。石亨武功高强，在安定门外的战斗中甚至开了无双技能，遭遇瓦剌骑兵时竟然单骑挺刃而入，在瓦剌军阵中干掉了几十名敌人后全身而退。在明军的打击下，瓦剌军不得不撤到城南，石亨则从城北一路追至城南，再次与瓦剌军交战。瓦剌军2天行进200多公里，已经是人困马乏，在连续攻城作战中又接连失败，面对疯狗一样的石亨不得不再次撤退。这一撤就是3天，瓦剌军从北京撤到了紫荆关。在紫荆关外，石亨还秀了一把智商，坑了因连续战败智商大跌的野先一把。他派间谍到野先大营中，称明军大营里的统帅是影子武士，只要野先全力攻打就没有问题。野先大概是抱着反正赔本了，最后赌一把的心态主动进攻石亨。早有准备的石亨以数十名精锐骑兵为箭头，猛冲瓦剌大阵。
这次冲锋依旧以石亨、石彪、叔侄二人为首，瓦剌军阵中谁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形，陷入了全军看戏模式。在冷兵器时代，军阵的转换需要时间，被石亨打懵逼的野先显然没有这个时间。其他的瓦剌军人在没有得到命令时也不敢擅自行动。野先看着自己的卫士不断被杀后，果断的跑路，造成了瓦剌大军的崩盘。明军主力乘机全军压上，不但击败了敌人，还解救了大量被俘的百姓。石亨在北京保卫战中杀掉、俘获瓦剌近2万人，在洪武以后的明军将领中位列前茅。他用兵好弄险，在官场上也喜欢弄险，这就为他带来了不测之灾。北京保卫战开战前，于谦曾这样评价石亨：武臣如石亨、杨洪、刘普者，一用为将帅。石亨排在第一。有于谦的这句话，景泰帝朱祁钰二话没说，就让石亨掌管5军营，为右都督，相当于一个集团军司令的角色。于谦对于石亨的提携之恩不可谓不深重，而石亨又是怎样报答于谦的知遇之恩的呢？正统14年，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虏，被迫去蒙古留学了。硬气的大明朝廷表示，皇帝没了，我们就换一个，便把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推上皇位。不过大明群臣没想到朱祁镇还能活着回来，瓦剌人想挑起大明的皇位之争，释放了被俘的皇帝。不过朱祁钰反应迅速，马上把哥哥软禁在南宫，一关就是8年之久。若朱祁钰身体健康，能安安稳稳地坐在皇位上，这事还不会起变故。坏就坏在朱祁钰眼看身体不行了，连子嗣也没留下，部分人的心中就活络起来了。皇帝一病不起，朝臣们便商议将此前被废的太子，也就是朱祁镇的儿子朱见深重新立为太子。当朝臣们议论此事的时候，还有一群野心家们也在密室里策划一场铤而走险的阴谋。这场阴谋的策划人是石亨。正月16一早，朱祁钰把石亨叫过去，让他代替自己去天坛祭天，这是了不得的殊荣，证明朱祁钰非常看重石亨。然而石亨看到朱祁钰快不行的样子，心里有了别的想法，就算他和朝臣一同支持朱见深，自己也只是个背景板，太子即位后自己顶多再升一级，朝廷里说了算的，永远都还是胡盈、于谦这些人，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头？这时候石亨想到了另一个人，一般人不会想到拥立他，所以一旦事成，他就是首功。石亨找到了自己的差异化赛道，说干就干。从宫里出来后，石亨没回家，直接去找了2个人，一个叫张悦，一个叫曹吉祥。张悦是英国公张辅的弟弟，手里握着经营禁军；曹吉祥是御马监太监，手里也握有一群达官，类似于在明朝混饭吃的蒙古雇佣兵。石亨把想法一说，这3个人都是赌徒心态，有机会在眼前，自然要试一试。这3人还拉来另一个同伴徐有贞。徐有贞因为在北京保卫战的时候与于谦意见相左，从此沦为朝政的边缘人，一直郁郁不得志。于是一群或失意或想更进一步的野心家凑到一起，策划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荒诞的政变——夺门之变。这场政变的过程诡异的毫无历史先例可循。他们挑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闯入囚禁朱祁镇的南宫，把太上皇接了出来，然后在第2天早朝的时候宣布复辟登基，这事就这么成了。此时的景泰帝朱祁钰还没有咽气，然而已经病倒在床上不能动弹，众人也都当他死了。徐有贞和石亨上台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唆使其同党弹劾王文、于谦等人阴谋迎立外藩做皇帝，意思是他们想要从朱家的旁系中选一个人做皇帝。后来的嘉靖皇帝就是这么上位的。不过嘉靖即位的前提是皇室主之已经无人了，而此时的情况是皇室主之还有朱祁镇、朱见深父子在呢。石亨这是为他们干的是再披上一套合法光鲜的外套，把个人的阴谋私利包装成忠臣在维护皇室。在庭审的时候，王文不断辩白，于谦却不吭声，只说了一句话：这是徐有贞和石亨给我们随便安的罪名，你申辩有什么用？经过3司主审观察对，于谦和王文确实没有做出迎立外藩的事情，但徐有贞却说，虽然他们没有行动，
但是他们确实想这么干，之所以没这么干，全是因为我们发现的早。这逻辑确实是无懈可击，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于是两人被判处谋逆罪，处死刑。唯独朱祁镇还稍微有点良心，想起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，有点犹豫地说，于谦是有功劳的。然而徐有贞对朱祁镇说了一句话，定了于谦的死刑，不杀于谦，此举无名。如果不定于谦的罪，朱祁镇这个皇帝的合法性就有很大的瑕疵。朱祁镇有点良心却不多，一听不杀于谦可能威胁到他自己的皇位，立刻表示该杀。谋反罪按从快从重从严处理，是可以不用等到秋后的。景泰8年正月23，于谦被处决于西市，从下狱到处斩前后就5天。10载天下冤之。于谦之死中，石亨与徐有贞出力最多，徐有贞和于谦有嫌隙不提。于谦是石亨的恩人，为何他也能痛下杀手呢？其实石亨对于谦也是有仇的，只不过是石亨单方面的仇视。北京保卫战后，于谦作为整场战役的最高指挥官，当属首功。再加上于谦拥立景泰帝朱祁钰的功劳，很快成为大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一权臣。石亨本想好好拍于谦的马屁，便自作主张给于谦的儿子安排了个好差事，不料于谦是个刚正不阿的性子，当场驳了石亨的面子。此事之后，石亨便记恨上了于谦。有句话叫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，被小人记恨上是真的后患无穷。自从夺门之变有了拥立之功后，石亨直接膨胀起来，把自己的亲戚子弟、部下朋友全部升官加爵，还掌握数万人的军权。石亨还收受贿赂，谁给的多就给谁高官，谁敢批评自己就构陷流放。一时间朝堂上全是石党。而他为了表达自己的特权，每天都要去见明英宗，哪怕皇帝不召也要去。平时与人交往，他人稍有不从，便骤然变色。石亨的侄子石彪也是一员猛将，叔侄长得相似，连骄横的做派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天顺3年，石彪托锦衣卫千户杨斌上奏，推荐石彪镇守大同。大同是北京的门户，位置至关重要。明英宗此时已经对石亨的权势有所不满，看到石亨侄子要镇守大同，那么你们叔侄联合起来的话，京师就不保了。于是就派锦衣卫拿下杨斌。拷问后，杨斌说石彪要谋反，于是明英宗拿下石彪，查出石彪私有绣蟒龙衣，拥有违反礼法的寝床等违反国法之事，坐实谋反之罪。随后石亨也被下狱，判处谋反罪处斩，并没收其家资。奇怪的是，历代谋反者都会被诛杀全家，石亨、石彪谋反，只死了石亨、石彪几人，甚至石亨、石彪的亲儿子都只是被废为庶人，都活得好好的。后人因此分析，这叔侄没有谋反的意思，只不过军权太盛让皇帝起了疑心。纪晓岚在编辑《四库全书》时也说，石亨叔侄不是谋反，只不过是太跋扈了。可见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标有价格，所有不该是你的东西，也终有一天会让你加倍偿还。